又来到我们的园艺时间了。经过这漫长的一个夏季，这时候也就是我们玫瑰开始恢复体力的时候了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些花苞也开始在萌出来了？还有那些嫩芽也开始在长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最重要就是微修剪。微微的做一些修剪，把那些细弱的枝条，还有那一些花开不标准的一些小小的花儿，全部都剪了吧。也顺便把这些花园做一些整理，会比较好。这时候的话，我们就是微修剪之外，我们必须还要做个下肥。为这一些玫瑰补充一些体力活力。这时候的下肥也是非常的重要的，有下肥，这一些玫瑰花开也会比较标准的一些。虽然它不比春天的花开这么多、这么的大，但是还是可以赏花的。除了我们下肥这一方面的问题之外，必须记得就是要喷药了。这时候的话，这些嫩芽长出来，这些嫩花苞长出来，还是会被这些害虫所啃食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微修剪，第二就是下肥料，第三就是记得要喷药。这一方面做得好的话，春天我讲错了，是秋天。秋天就可以开始赏花了。接下来我一边拍摄影片，一边稍微做一些讲解。要是有任何上的问题的话，你们都可以在我的影片的下方做一些留言，也请留下这一些影片的时段让我知道。走吧。我们修剪枝条的话，就是选择比较细的地方把它剪掉。那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，你们会觉得要怎么修剪会比较好呢？有些的话，你觉得说不要剪得太多，把上面这个留着。其实你看留着的话，它所开出来的花还是一样会非常的小。我个人上修剪的话，我会从下面比较壮的地方去把它剪掉，上面就不要留了。这个枝条也可以留下来做扦插的。凡事不要觉得太可惜，有些枝条留多的不见得是好事。把它剪断的话，你看有个花苞了，但是你看它所开出来的花，并不是会非常的标准，是很小的。你看它的细枝也非常的多，这个就不需要留了。把它这个上面有个芽点，这一段分枝把它剪掉。这个也是清爽多了吧？这样是不是清爽多了呢？留些比较强壮的这些枝条，让它长这个芽沿去长出一个新枝条，好花开吧。剪掉了这一些枝条，这些不需要留，太细的花开也是不好。整体上是不是很清爽呢？而且整个高度它的落差也不会太大，留个比较壮的枝条就可以了，花开也是会非常的好。比较细的枝条就不要留太多了，就把它剪掉了。这个也是，太细的枝条，它所开的花也是非常的小，这个就不需要了。细枝条就不要留了，不要留太长。我们把这些细的枝条，可以把它修一修，剪一剪。像这一根的话是比较长的枝条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留着，依着墙面上去拉。之后的话，它从侧边会蹦出一些新芽来，明年就是一个花量了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是有些枝条不想留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剪短。这些长枝条的话，你把它留着的话，它会一直拉得很长，最后才会开花。你若是把它剪掉的话，它会从下面开始侧芽长出一些新枝条来。等一下，我把镜头拉近一点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
现在来看这个情况，这个枝条你要是把它留着置放着的话，它会一直长得很长，之后才会在这个顶端上开花。所以有些人说，为什么爬藤玫瑰一直养，为什么都不开花呢？好像养成一个绿巨人。其实爬藤玫瑰就是要拉，把它横拉，它才会从侧边长出一些枝条来，或者是这一根去把它做个剪掉，剪的动作，从下面的枝条才会开始蹦出一些嫩枝条来。枝条是不是变得很短呢？之后它会从这儿再蹦出新的枝条来了，才不至于说它越长越长，完全都不开花。这个也是爬藤玫瑰的重要的一个知识。这个也是，来，这个也是很长的哦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可惜？剪得很可惜？没关系的，放心，把它剪了吧。这个枝条的话，你可以留下来，你可以做扦插都可以，不需要丢掉。所以画面上我们所看到的话，我把枝条剪得很短了。你看这2根的话，就是很短，可以稍微做侧拉就好了。从旁边这儿，它会持续蹦来，才不至于说越长越长，完全不开花。这个也就是我所谓的，你不让这些水芽长得太长去拉的话，中间把它剪掉，枝下的话它会蹦出这些新芽来，之后的话就会产生花量了。是不是觉得很可惜呢？这些枝条的话，其实不要丢掉，把它做个修剪上。选个几段的话，其实它可以做个扦插的，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。挑选比较重的枝条做个扦插，我们就选个几段来做个扦插吧。这个季节的话也是可以做个扦插的，把它做个斜剪，做个斜剪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留太多的叶子。好，就是这样子了。一点就是我们的分支，假如说你想要做个扦插的话，这个季节也是可以的。上端这一方面的话，细的把它剪掉，留几个节眼就可以了。这样子一个状态，清爽一点，扦插也比较容易成功。现在我们把墙面上这一些枯萎的一些蟹花群，把它做个修剪吧。我们来看这一棵树玫瑰，也是一样，不用留太多的枝条。留太多的枝条，只是会分刮它的养分而已。这样是不是也清爽许多了呢？目前的话是秋天的修剪，不需要剪得太短。等到我们冬天的时候，再好好的把它做修剪。这些枝条的话，看你要丢弃还是你要做扦插都可以的。我们尽量选比较尖状的地方去剪，留个比较饱满的芽眼就可以了。像下面已经光秃了，上面有这些叶子，还有这些花苞，就让它开了，至少这些叶子可以行光合作用。等到冬天休眠的时候，再好好的做修剪。
像这一些中小型的玫瑰就已经开始要长花苞了，这个不需要剪太多的，暂时把它留着，等到冬天的时候再好好的修剪，修剪到比较短的地方。这个季节你可以看到好多的扦插苗已经开始有动向了，都已经开始结花苞了。你如果要养壮这些玫瑰的话，我会奉劝你们把这些花苞把它摘掉，把这些玫瑰养壮会比较好。若是想要看它的花开，可以让它看到花开之后的话，马上把它剪了吧。而很多玫瑰的修剪、微修剪这方面不是一昧的把它剪掉，你要判断它整个植株的生长状态之下去动刀会比较好。若不懂得之下的话，小小做个修剪就好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秋天的准备的修剪的话，就是微修剪就好了。大概把那一些弱的枝条、细的枝条，把它做个修剪。等到冬天的时候，再好好的大修剪一番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的施肥的方式。这时候秋天施肥的话，我是小小做个施肥，不像冬天的话会大量的做一些肥料的掩埋。这次的话就是用撒的方式去做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肥料的，秋天的话大概就是用个追肥方式。就是在地面上撒一些肥料，让吸收而已。不像冬天的话，我会做的比较详细，就是掩埋肥料。其实也可以看你所用的肥料是哪一方面的肥料下去做个决定。这一款肥料是比较轻松就像用撒的方式施肥就可以了。到时候浇水让它做个吸收。至于盆内的施肥的话，大概的话就是分散撒一些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的影片介绍到此为止，这是我秋天玫瑰花开之前的养护的一些程序。记得就是要先微修剪就是了，把那一些弱枝条，还有细枝条，还有就是花开非常小的那一些不需要的枝条，通通把它做个修剪，留个比较健壮的枝条就可以了。修剪之后，记得就是要下肥料了。下肥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让这些玫瑰恢复它的整个活力、体力，这一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。记得喷药，免得这些花苞被那一些害虫所啃食。这一些3点做得好的话，相信秋天你就安心了，可以好好的赏花了。秋天的养护对我而言还是非常的简单，冬季的修剪才是最重要的，还有下肥，对我而言就是明年的一个整个春季的一个缤纷的花开，全部集中于在冬季的照护上。相信看过我影片的人应该知道，我冬季会非常的忙碌，整整要忙上1个月的时间。强力修剪枝条之外，我还要拉一些枝条做造景。今天的影片我们就是介绍到此为止。若是你有任何上的问题或想提问，都可以在我的留言视频下面的留言，做一些书写，我看到的话会做个回复的。今天我们就是到此为止，期待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